殡仪馆、坟场、寿衣店，这3处世人避之不及、闻之色变的阴寒之地，却是阿明日复一日谋生的场所。他是一名入殓师，专为逝者修整容颜，送别最后一程。惨白冰冷的日光灯下，室内寒气彻骨。阿明手持化妆刷，指尖沉稳，一丝不苟地为台上的遗体补粉描眉，动作熟练又轻柔。母亲缓步走到他身侧，轻声提醒。室内冷光偏射，妆面容易失真，让他把主灯打开。看着儿子愈发精进的手法，他眼底满是欣慰，直言等他彻底出师，自己就能安心退休了。就在这时，原本静静躺着的遗体忽然发出了一声慵懒的轻叹。每次练手都抓我当模特，你可真会省事。声音沙哑低沉，带着几分戏谑的抱怨，可遗体的四肢依旧安稳平放，格外配合。反正我横竖无事，躺着睡一觉就能赚劳务费，何乐而不为？话音落下，他又像是长辈叮嘱晚辈一般，细细询问阿明：心理医生开的镇静药，你按时吃了吗？这句提醒拉回了阿明的思绪，他恍然回神，低声应下：记着呢，到点下班就吃。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同事们凑在一起说笑打趣，相约晚上出去放松，还撺掇性格孤僻的阿明多出去接触人，练练胆子，练练心性。可没人知道，他们口中的练手藏着成年人晦暗不堪的消遣。在众人的起哄怂恿下，本就心绪压抑的阿明鬼使神差地跟着众人走出了街边。长期服用的镇静药物早已悄悄改变了他的身体状态。面对眼前的光景，他满心焦躁，却始终状态全无。对面的人渐渐失去耐心，满脸不耐，催促的语气愈发尖锐。周遭浮躁的氛围层层裹挟而来，压得阿明喘不过气。最终他狼狈退场。他想不通，平日里一切正常，偏偏在需要坦然的时刻屡屡怯场。他从未怀疑过药物的副作用，只是一味将所有过错都归咎于自己的无能与懦弱。无尽的自我否定缠绕着他，让他愈发自卑压抑。夜色深沉，月色凄冷，晚风刺骨。阿明独自坐在空旷的公园长椅上，任由自责淹没心神。脑海里一个女孩的身影反复盘旋，挥之不去。是小恩。那些温柔又残忍的话语一遍遍在耳畔回响。你人品很好，但我对你没感觉，别勉强，我们做朋友就很好。他沉溺在回忆里无法自拔，一道温柔熟悉的嗓音骤然在身侧响起。咦，阿明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是小恩。他眉眼温柔，轻声问候他的近况，可语气里藏着的疏离与客套，清晰又刺骨，隔着一层永远戳不破的隔阂。积攒已久的爱意与执念彻底冲破克制，他鼓起勇气，直白地向他袒露心意。可小恩只是淡淡一笑，温柔却决绝。别胡思乱想了，感情强求不来，世上还有很多好女孩，别执着于我。临走前，他还特意叮嘱，好好跟着阿姨学手艺，踏实过日子才是真的。话音刚落，他转身融入层层夜色，身影转瞬消失。阿明死死攥紧拳头，指节泛白，望着他离去的方向，心底偏执的呐喊反复回荡：我只要你，只有得到你，我才有未来，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寄托。次日清晨，殡仪馆依旧寒气森森，照常运转。同事递来一张遗体签收单，随口告知阿明，新送来的逝者已经离世4天了。阿明抬手推开工作间的铁门，寒气扑面而来。他缓步上前，伸手掀开盖住遗体的白布，一瞬之间，他浑身僵住，呼吸彻底骤停。冰冷的解剖台上躺着的那张苍白熟悉的脸庞，正是昨夜在公园温柔劝慰他、与他闲谈许久的小恩。昨夜月色下的温柔对视，轻声慰藉，原来只是他与一具死去4天的鬼魂的独处对话。巨大的震惊席卷全身，阿明的双手剧烈颤抖，指尖轻轻抚上他冰凉刺骨的脸颊，眼底的错愕褪去，只剩下一片死寂的偏执与疯狂。他喉头哽咽，低声啜泣，嗓音沙哑破碎。可惜我学艺不精，现在只能先为你清洗仪容。他拧开冰冷的水龙头，水流潺潺落下。他俯身一寸一寸极轻极慢地擦拭着他的身体，细致到极致。这个动作他在无数个深夜的梦境里反复演练过无数次。清洗后背时，无力垂落的头颅轻轻靠在了他的肩头。这是他们此生第一次相拥，却也是最荒唐最刺骨的一次。这一次他不会闪躲，不会拒绝，不会再对他说出半句疏离的话。这具毫无生机不会反抗的躯体，成了懦弱自卑的他这辈子唯一敢坦然触碰不会胆怯的人。周遭寒气刺骨，他的呼吸却渐渐发烫，眼底是近乎病态的深情。小恩，你知道吗？这世上我只爱你一个人。阴冷死寂的停尸间里，他对着一具冰冷的遗体交付了全部真心，也沉沦在了这场无望的执念里。
就在此刻，工作间的大门骤然被人推开，母亲站在门口，看清眼前诡异荒唐的一幕，瞬间僵在原地，瞳孔骤缩，声音发颤。阿明心神大乱，本能的飞身扑上前，死死捂住母亲的嘴，眼神偏执凶狠，是母亲从未见过的模样。别叫！他嗓音低沉沙哑，带着破釜沉舟的疯狂。我这辈子从来没硬气过，唯独这一次。你不懂，没有他，我就是一事无成的废物。紧绷的力道缓缓松开，阿明才发现母亲早已没了声响。方才慌乱的冲撞让他的后脑勺狠狠磕在了身后的金属挂钩上，生命体征彻底消散。一日之后，殡仪馆一切如常，仿佛昨夜的惨剧从未发生。有同事当着阿明的面夸赞：“你妈手艺是真的好，家属全都特别满意。对了，2天没见他人了，去哪了？”阿明垂着眼帘，神色平淡，语气敷衍的支吾：“他做完工作，接到电话去乡下了。”夜幕降临，四下无人，阿明悄悄返回停尸间，取走了大量防腐药剂。家中浴室里静静躺着处理妥当的小恩。阿明俯身轻声呢喃：“我妈已经替你安稳上路，往后没人再能打扰你。”他小心翼翼地将她抱到床上，俯身亲吻朝思暮想的眉眼。今晚我们一起睡，往后日日相伴，我们终于可以好好在一起生活了。他依偎在冰冷的躯体旁，心底前所未有的安稳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寂静的黑暗里，毫无生机的女孩眼角悄然滑落一滴滚烫的泪珠。故事结束。真正的爱是接纳对方的意愿，接受被拒绝的可能。而阿明想要的从来不是相爱，只是一份绝对不会离开的归属。死亡抹去了反抗，却换不来真心。再长久的童眠，也捂不热一具早已死去的灵魂。我是老马，记得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吧。